这是哪儿？我不是在家熬夜赶稿？等等，难道我这是穿了？勿枉我当热心市民帮警局帮破案多年，好事终于让我赶上了。里面的人听着，我们是警察，立刻开门接受检查。不是，死人了！开局就是地狱模式，我该不会直接被当成凶手击毙吧？Go go go！ 别紧张，警官们，我没武器。我是刑侦支队队长安妙熙。报案人称这里发生了命案，我们进来时只有你一个人在场。安警官，如果我说我只是路过，进来借宿喝了杯酒，你信？借宿借到了死人旁边，带走。等等，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抓我交差没问题，但如果你想抓真凶，最好看看地上。苏云，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死者叫傅庆莲，这栋别墅的女主人。昨晚她被人用钝器击打头部后机械性窒息死亡，而你是唯一留在现场的人。安警官，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昨晚喝断片了，醒来就在那里。至于我为什么会在那儿，我也很想知道。断片？你以为这种借口能糊弄谁？现场门窗完好，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你和死者是什么关系？情夫？还是因为金钱纠纷动了杀心？情夫？安警官的想象力很丰富。不过，如果我是你，比起在这里编故事，我会更注陷入现场那些真正说话的东西。安警官是聪明人，不需要我教你怎么看现场。照片拍得很清楚，不是吗？有话直说。一个独居女性晚上回家遇到雨天，高跟鞋踢得乱七八糟，鞋跟还带泥，这说明她很累或者很急。但那双男士拖鞋摆放得太完美，鞋头整齐朝外，就像是样板间里的陈列品。更重要的是，安警官，你没发现那双鞋底干净离谱吗？有人在精心布置一个男主人存在的假象。安警官，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我，而是那个真正穿着鞋子走出去，却没在玄关留下任何痕迹的幽灵。你到底是谁？一个普通罪妇不可能有这种观察力。你故意留在现场，就是为了向警方炫耀你的发现？当然是因为我根本不是什么普通醉汉啊！我苏云，知名悬疑小说作家，警局特别顾问。想我前世哪一次去警局不是被人恭恭敬敬去的，哪像现在。我说了，我只是个倒霉的过客。至于观察力，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事实是你现在依然是最大的嫌疑人，也许这正是你计划的一部分。贼喊捉贼，混淆视听，别以为抛出个疑点就能脱身。在真正的证据出现之前，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吧。小李，看好他。老张，别抽了！死者家玄关那双男士拖鞋，我要最详细的检验报告，立刻！重点查有没有人体皮屑残留，鞋底有没有任何磨损痕迹。怎么了，安队？不是说嫌疑人已经抓现行了吗？那双鞋不是死者老公的吗？那个家伙不简单，那双鞋很可能是个重要的突破口。紧张什么？怕我突然挣脱手铐跳起来咬你一口？放心，我现在可是守法公民。老实点儿，别乱说话。安队马上就回来。这手铐的材质不错，锰钢合金的吧？可惜设计有点老旧了，锁芯结构太简单。如果是我的话，大概需要5秒钟就能打开。
警察同志，我老婆呢？庆莲她在哪里？你们电话里说她出事了，这不是真的，对不对？这一定不是真的。老王，你怎么看？哭得挺真切的。如果是演的，这演技可以拿影帝了。不过安队，痕检那边的报告我也看了，这男人的反应和那双鞋对不上号。是啊，太完美了，完美的悲伤，完美的现场，还有那双完美的拖鞋，这一切都太完美了。宁先生，请节哀。有些情况需要跟你核实一下。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庆莲她平时连只鸡都不敢杀，怎么会有人对她下这种毒手？是谁？是谁？是不是入室抢劫？我们正在全力调查。宁先生，你昨晚在哪里？我在公司加班，最近有个大项目，我忙得焦头烂额，这几天都住在公司附近的酒店里，没回家。没想到，早知道我就该回去陪他的。宁先生平时回家喜欢穿什么样的拖鞋？哦，我比较喜欢那种软底的棉拖鞋，穿着舒服。庆莲给我买过好几双。是吗？深灰色的那种。好像是吧，我不记得了。家里的事儿都是庆莲在操持。怎么了？这跟案子有关系吗？他有问题。但他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那天的抓捕行动，不知道被哪个好事的家伙拍下来发网上了。现在这案子全民关注，领导限期我们24小时内抓住凶手并结案。你赢了。宁建松说他这几天都住在酒店没回家，但他对那双拖鞋的描述和现场一模一样。一个声称几天没回家的丈夫，却对家里玄关摆放的一双从未穿过的新拖鞋了如指掌。所以真正的凶手是他，他杀了人，然后布置了现场，嫁祸给你这个倒霉鬼。可是监控显示他昨晚在公司加班，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不，安警官，你的思路还在那个错误的轨道上，他不一定是亲自动手。什么意思？安警官，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什么交易？你现在手里只有一堆相互矛盾的线索和一个拥有完美不在场证明的嫌疑人，你需要一个能跳出框架思考的人，而我需要自由。你想让我放了你？做梦！你现在还是头号嫌疑人。不，安警官，我并不需要你放了我，我只要你给我也给你自己一个破案的机会。没有我，你们大概率会因为证据不足而不得不让真正的幕后黑手逍遥法外。想想看，一个能把杀人现场布置得如此完美的家伙，他的不在场证明会那么容易被你们攻破吗？安警官，时间不等人，那个真正的凶手现在可能正在某处庆祝，你每犹豫1秒，他销毁证据的机会就多一分。你凭什么认为你能做到我们整个刑侦支队都做不到的事儿？你不过是一个醉鬼。因为我不受规则束缚，你们看重证据链，而我只看破绽。安警官，你的左手食指指甲边缘有轻微的烟熏痕迹，说明你最近焦虑到复吸了戒掉很久的烟。你的如意纹身位置为了遮盖一道旧伤疤，那是3年前618特大持枪抢劫案留下的吧？我能从宁建松那所谓的完美不在场证明里找出漏洞。安队，出事了！宁建松接受了媒体采访，现在网上全是骂我们的声音。我也搞不明白，警察明明当场抓住了凶手，不去好好审问调查。我妻子，她已经死了，这不是拿刀子戳我心口吗？时间不多了，如果常规手段抓不住狐狸，我们也许需要一只更狡猾的猎犬。成交，苏云，从现在开始，我正式邀请你为市局刑侦支队的临时特别顾问。但我警告你，苏云，如果你敢耍花样，我会亲手把你送进最深的一间牢房。你需要什么？很好，首先
我要宁剑松昨晚所有行程的监控录像原件，以及他的车辆行驶记录仪数据。小李，把他的手铐解开。安队，这合适吗？他还是嫌疑人啊！出了问题我负责。解开。在这里说话做事注意点，有什么需要的就和我说。这段路我们反复核查过，沿途所有天网监控都拍到了他的车，时间、地点都对得上，没有作案时间。完美，安警官，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安警官，昨晚市区没下雨，对吧？从他公司到酒店的全程都是沥青主干道，非常干净。没错。那么请你告诉我，他离开公司时轮胎侧面是干净的，而45分钟后到达酒店时，左后轮的轮毂边缘多了一圈反红色泥土。这种红泥，据我所知，只在城郊那个正在施工的湿地公园附近才有。还有，这种红泥，据我所知，只在城郊那个正在施工的湿地公园附近才有。所有人听着，以宁建松公司和酒店为端点，重点排查这条路线上所有监控盲区，特别是靠近城郊湿地公园的岔路口。老张，带人去湿地公园附近采集泥土样本，我要和宁建松车轮胎残留物做比对，快！安队，你的意思是，他昨晚真的去了案发现场附近？监控可以造假，但泥土不会撒谎，立刻行动。效率不错，安警官。少废话。如果泥土比对成功，只能证明他的车去过郊区，说明他在撒谎，但这还不足以证明他杀了人，更不能证明他雇凶杀人。我们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我要求警局尽快审判处理凶手。我妻子已经死了，他凭什么还能在警局好吃好喝的继续活着？是个好演员，建议图名奥斯卡。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闲心在这儿阴阳怪气？外头现在舆情很大，有不少人在我们官方账号下留言，要求尽快处理了你这个杀人凶手。事情闹大了，宁剑松叫来了他岳父岳母，还有一帮人，要求见我们市局领导。苏云，放心，我的安大队长，我有办法揪出他的狐狸尾巴。既然他没有亲自出现在别墅里，那么那个动手的人一定需要某种回报。宁剑松这种既选择了买凶杀人，肯定不会选择动用你们警察一查就能查到的账户里的钱。在他妻子死亡前3天，他名下的一家离岸空壳公司突然收到了一笔来自海外的比特币转账，价值50万美金。而就在昨天下午，也就是案发前几个小时，这笔钱又通过4个不同的跳板账户分散转入了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地下钱庄。50万美金买一条人命。安警官，看来我们这位深情的宁先生比你想的要慷慨得多。小张，立刻追踪这笔钱在东南亚的最终提现账户和 IP 地址，我要知道是谁在那个时间点动了这笔钱。对方用了多重调拨和加密 VPN， 追踪需要时间，而且跨国协查手续很麻烦。来不及了，等你们走完程序，那笔钱早就变成了现金流入黑市，那个人也早就消失了。你有办法？与其追踪钱，不如追踪习惯。这种级别的操作员，通常有自己固定的网络接入点和设备特征码。城南非裔网咖在资金转出的同时，这个 IP 地址有一个加密通讯请求连接到了境外的服务器。小张，你记得去把案件最新进展同步给领导，再给我们争取一些时间。好。苏云，你老实待着，别在警局到处晃悠线人的眼。知道了。老王，带2组立刻去城南非域网咖布控，目标可能还在那附近。注意，对方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可能持有武器，行动要快。安队，
那个醉狗提供的情报靠谱吗？如果抓不到人，我就亲手把他铐回审讯椅上。出发。办案临检，所有人暂停操作，双手离开键盘。44号机现在谁在用？44号在角落，刚才那个戴鸭舌帽的男人。热的。后门监控被破坏了，这小子跑得真快。一次性烧耗手机。这能查出什么？他没来得及销毁通话记录，立刻查这个被叫号码。人跑了，这是他留下的。意料之中，这种人就像蟑螂，见光就躲。重点是，他联系了谁？安队，那个被叫号码也是个网络虚拟号，无法实名定位。但是，这个虚拟号的信号基站接收记录很有意思。看这里，晚上10点15分，也就是案发前后，宁建松的车在去酒店的路上，有一段10分钟的监控盲区，而这个虚拟号的信号，在这个时间段，恰好就在那个盲区附近的基站活跃过一次。他们在那里接头了，或者交换了什么东西，比如别墅的钥匙，或者那双准备好的新拖鞋。有了这些，我们可以把宁建松请来，再好好聊一聊了。他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那就让他继续这么以为。安警官，现在你手里有泥土样本、资金链，还有这个致命的信号重合点，但这些都是间接证据。你什么意思？意思是猎物已经入网，现在需要一位优秀的猎手进去收网。你需要让他自己露出破绽。你知道该问他什么，对吗？宁先生，关于案发当晚你的行踪，我们还有几个细节需要确认。你说你从公司直接回了酒店，中间没有停留，对吗？是的，警察同志，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公司地库和酒店地库都有监控，你们可以去查。我们查过了，确实如此。但是宁先生，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在你去酒店的必经之路上，有一段大约10分钟的监控盲区？盲区？我不清楚，可能是设备故障吧。我真的就是正常开车过去，没注意什么盲区。撒谎。人在回忆真实经历时，眼神通常会向左上方看，而他在编造谎言时，眼神会不自觉地向右上方飘。他在思考如何圆谎。你这都哪儿学的？注意他的手。宁先生，你们夫妻感情很好吧？我看你一直戴着这枚婚戒。是啊，我和庆莲结婚15年了，感情一直很好。既然感情这么好，为什么在你妻子遇害前1周，你们有过2次激烈的争吵？邻居都听到了。庆莲她有时候不太理解我的工作压力，但这不代表我们感情不好。这个宁建松倒是嘴硬得很。老张的报告出来了，宁建松车轮胎上的泥土和城郊湿地公园附近的土壤成分高度一致。安队，
我们还在那个盲区附近的公路边发现了和你那晚在网咖后巷捡到的同款一次性烧耗手机碎片。虽然被车碾碎了，但这太巧合了。巧合多了就不是巧合了，是证据。现在我们知道他在撒谎。安队，我恢复了那个被叫虚拟号的部分通讯记录，虽然大部分都被删除了，但有一条短信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条看起来像是一串随机数字092145-3211，这是什么？日期、坐标，还是某种密码？不是日期，也不是坐标。如果把它们看作是某种编码呢？比如，你有没有想过，这串数字可能对应的是一个储物柜的号码？对，城南那个飞域网咖附近就有一个大型的自助储物柜中心。老王，带人去城南自助储物柜中心，重点排查所有可能与这串数字有关的柜子，尤其是长期租赁或者近期有异常使用的。安警官，看来那个影子比我们想象的要谨慎，他把关键证据藏在了最不起眼的地方。你最好祈祷我们能找到东西，否则，宁剑松还是那个有着完美不在场证明的受害者家属。09排21号柜，老王，准备破拆工具。收到。是什么？看起来像是这是什么钥匙？一把普通的防盗门钥匙，但这把钥匙的齿痕很深，应该是新配的。安队，手机里只有一条短信，发现人是那个虚拟号，内容是市城，钥匙在老地方，银行卡是张海外移民卡，查不到户主信息。安警官，看来这把钥匙就是那个影子留给宁剑松的回报。这把钥匙能开哪里的门？宁剑松的公司还是他家？都不像。这把钥匙的齿痕很特殊，它属于一种老式的老式防盗门锁。安警官，宁剑松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房产？老王，去查宁剑松和他妻子名下的所有房产记录，尤其是那些老旧小区的。明白，我马上去查。如果这把钥匙能打开一扇门，那扇门后面也许就藏着我们要找的所有答案。安警官，看来我们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了。安队查到了，宁剑松名下很干净，但是他妻子李庆莲名下有一套20年前的老房子。20年前？对，是他父母留下的遗产，在城北的纺织厂老家属院，那个地方快拆迁了，基本没人住。宁剑松在披露里从来没提过这个地方。纺织厂老家属院，80、90年代的建筑风格，用的正是这种老式弹子门锁。老王，叫上技术科，立刻出发。这里是藏污纳垢的绝佳地点，3号2单元401，大家小心，注意脚下。准备好。警察，不许动！窗帘是最新的遮光布，从外面什么也看不见。这里有人长期居住的痕迹。宁剑松抽的就是这个牌子。他在警局做笔录时，我给过他一支烟，他拒绝了，说只抽自己带的。
安队，电脑没设密码，桌面上有个文件夹，名字叫计划。看这个日期水印，这些照片是案发前2周拍摄的。他在这里策划了一切，那个完美的酒店不在场证明，不过是他为了掩盖这个指挥中心而放出的烟雾弹。安警官，看看这个，证据链闭环了。警官，这是什么意思？我看不懂。看不懂没关系，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关于城北纺织厂老家属院3号楼401室的故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是我岳父母的老房子，已经荒废很多年了。他在进行最后的防御，否认一切，直到证据砸在他脸上。我不清楚，这次他跑不掉了，设备故障，安队的气场完全压制住了他。荒废很多年，那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烟灰缸里有23个你最爱抽的95至尊烟头，上面的唾液 DNA 检测结果很快就会出来。我偶尔会去那里怀旧，这有什么问题吗？怀旧，带着你妻子的死亡日程表和别墅监控图去怀旧。宁建松，我们已经恢复了那台笔记本里的所有数据。案发当晚9点50分，你在监控盲区里用这部手机联系了谁？那个影子是谁？别说了，是我，都是我干的。他该死，他要把公司，他不卖了，他要毁了我的一切。现在开始正式审讯。终于开口了，这才刚刚开始，真正的麻烦。动机我们清楚了，为了钱，为了公司的主导权。现在说说过程。你不在现场，动手的是谁？9点50分，监控盲区，这通电话打给了谁？那个代号影子的人是谁？我不知道他的名字，真的不知道。9点50分，监控盲区，这通电话打给了谁？那个代号影子的人是谁？我不知道他的名字，真的不知道。这说明对方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且对他有实质性威胁的角色。他在撒谎掩盖动机时是焦虑，但提到这个人时，是纯粹的恐惧。他怕这个杀手，非常怕。这说明对方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且对他有实质性威胁的角色。怎么样？我这个临时特别顾问没请错吧？我承认你厉害，行了吧？别不好意思，安队长。为了感谢我帮助破案，你不如聘请我为正式顾问如何？行凶者都还没抓到呢，等你抓到影子再说吧。这里地形复杂，废弃仓库多，还有多条铁轨，非常适合藏匿和逃脱。特警队负责外围封锁，狙击手占领制高点。老王，你带一组人埋伏在3号仓库内部。明白。我们会在那一片区域布下天罗地网。如果我是他，我会提前到达，观察环境。他不会直接去拿钱，他会先确认安全。你的建议？这里视野最好，可以俯瞰整个货运站。如果他足够谨慎，他会先去那里。在水塔增加一个狙击点和观察哨。所有人，今晚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3号仓库就位，目标油桶已放置诱饵包裹，一切正常。注意隐蔽。热成像显示有一只流浪猫经过2号轨道，除此之外没有异常。制高点视野受雨水影响，能见度低。目前未发现目标。
来了，9点钟方向。他没有去仓库，他在往水塔方向移动。各单位注意，目标出现，不要惊动他，等他进入包围圈。01号注意，目标正在接近你的位置。重复，目标正在接近你。苏顾问，01号的生命体征出现异常变动，信号受到干扰。他在清理制高点，行动暴露了，全体出击，抓住他！行动！包围水塔，别让他跑了！警察，别动！你被包围了！刑侦支队的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敏锐了？快！他在上面，追！1队跟我上车顶，2队地面拦截。他下去了，再继续轨道。老王，堵住出口。影子，你跑不掉了。跑啊！你在跑啊！把面罩摘下来，慢慢的。小心暗器！别乱开枪，守住出口。混蛋！老王，怎么样？伤到哪里了？他手下留情了，如果他想，我们3个已经没命了。这是什么？看起来像是一个防水的高级定制容器，可能是打斗中从他身上掉下来的。他对地形太熟悉了，简直就像是在自家后花园散步。我们的包围圈在他眼里就像透明的。不仅仅是熟悉地形，他知道手术刀般精准我们的部署，他甚至预判了我们的预判。你想说什么？我们要么面对的是一个拥有上帝视角的对手，要么我们内部有鬼。现在不是猜疑的时候，既然抓不到人，就查物。这个东西是他留下的唯一线索。安队，这不是普通的工业品，手工打磨的痕迹，特殊的合金材质，这是一种非常小众的定制装备。定制装备
能看出是哪里的手艺吗？这里有个标记，一个非常抽象的 S 型图案，周围环绕着荆棘。查这个标记。数据库里没有匹配，这不是任何注册商标或已知组织的标志。试试暗网的黑市论坛和地下装备交易记录，这种东西不会出现在明面上。我是安妙音。安队，找到了那个标记。这是一个极度隐秘的东欧地下论坛，专门交易高端定制的非法装备。这个标记属于一个代号叫银匠的独立工匠。银匠以制作极其精密的暗器和特殊容器闻名，他的客户名单极其保密。我们能联系上他吗？这种人极其谨慎，不会回复陌生人的信息。由于原材料稀缺，近期所有订单暂停，除了一位来自亚洲的老客户的加急订单。亚洲老客户？看来我们的影子先生最近刚进了一批新货，我们需要追踪这批货的物流信息。查到了！3个小时前，代号 S 的账户向银匠汇入了一笔大额款项。DHL 快递从莫斯科寄出，目的地是中国滨海市，收件地址是一个都国中转站。中转站？哪个中转站？城北的联邦物流中心，包裹预计今天下午4点到达。还有3个小时，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小张，通知特警队立刻封锁联邦物流中心。苏云，你跟我去现场。所有出口封锁，只许进不许出，排查所有快递员和车辆。警察，今天下午4点从莫斯科寄来的包裹在哪里？莫斯科？我不知道啊，包裹太多了，都是按区域分类的。拦住他！里面的人双手抱头，慢慢出来。是他，我们终于抓到尾巴了。把他带回去，严加看管。他服用了大剂量的镇静剂，估计要昏迷一段时间才能醒来。镇静剂？他不想被我们也许他根本没想过会被我们抓到。什么意思？这个标记和我们之前在废弃货运站发现的那个胶囊上的标记一模一样。他不是快递员，他是影子的同伙。同伙？他可能是负责接应影子的人，或者是影子的模仿者。不论如何，他知道影子的身份。安队，指纹和面部识别结果出来，数据库里没有匹配。这个人就像是个幽灵，没有户籍，没有出入境记录，什么都没有。黑户在现代社会把自己抹得这么干净，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组织，庞大且严密。越是干净，越说明他背后的渠道洗白身份，或者制造透明人。病人的各项指标正在恢复，预计半小时内会清醒。找到了。嚯，藏得够深的。这车不是用来送快递的，是用来移动作战的军火库。我是灿城市刑侦支队长安妙音，你现在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捕。你叫什么名字？我们找到了这个，还有那辆车里的东西。沉默没有意义。银匠的加急订单，你们为了这个东西不惜暴露行踪，
他对你们很重要，对你们什么都阻止不了。按住他！医生，镇静剂！快点放这个人，别跟我来！按住他！医生，镇静剂！快，镇静剂推注，止血钳，准备缝合。快点放这个人，别跟我来！他不是怕坐牢，他是怕泄密。 24小时轮班，这间病房一只苍蝇都不许放进去。是，如果他死了，唯你们是问。这种自杀式袭击般的行为，通常只出现在极端组织或者受到高度精神控制的团体。什么都阻止不了。他们有信仰，或者说有信条。什么信条？为了保守秘密，肉体随时可以抛弃。这不是威胁，这是他的认知。那就看看是我们撬开他的嘴快，还是他们行动快。回局里查内部卫星电话。 没有 SIM 卡擦错，这是直接烧出在主板上的通讯模块，军用级别的加密，能破解吗？很难。这种加密算法一旦检测到暴力破解，就会自动销毁数据。我只能尝试镜像复制，但这需要时间，而且风险很高。他昏迷前说我们阻止不了，这意味着他们的计划已经启动了。这部电话可能是用来接收最终指令的。我们没有时间慢慢破解了，查这型号电话的硬件来源。全球能生产这种级别设备的厂家。 屈指可数。安队，那辆面包车的底盘号复原了，是辆报废车，3个月前在邻省的一个拆车厂被处理了，买家是个假身份。线索又断了。 好的，我知道了。医院那边传来消息，那小子醒了。醒了？醒是醒了，但医生说撞击损伤了爷爷语言中枢，他现在是个哑巴，而且可能这辈子都说不出话了。他是要毁掉自己说话的能力。看着他。 告诉我，谁给你的？撞击非常精确，额下节后部严重受损，也就是布洛克区语言运动中枢。他现在能听懂，但无法组织语言，连简单的发音都很困难。你赢了这一局，你用声音换取了沉默。走。 卫星电话的硬件追踪到了，芯片是中东地区流传过的，一批美军淘汰装备，几经转手，最后的买家在暗网上用比特币交易，无法追踪，线索全断了。这帮人就像泥鳅一样滑。他们费这么大劲，又是安排死士接应，又是动用军用通讯设备，目标绝对不只是运送违禁品。那个包裹，倒回去。什么？倒回面包车出现的那一刻。 停！看他的头，他在看什么？那个方向，联邦物流中心外墙上的一个全景摄像头，他在确认信号。信号？什么信号？他不是去接货的，他是去签到。如果他没有在预定时间出现在那个摄像头的画面里，或者没有做出那个特定的动作，影子就知道出事。调那个摄像头的监控。 我要知道，在他看向摄像头的那一刻，摄像头拍到了什么，或者有没有其他人也在看那个摄像头。他不是去接货的，他是去签到的。如果他没有在预定时间出现，影子就知道出事。正在接入联邦物流中心的安防系统，防火墙级别很高。进去了，把时间轴同步到昨天晚上22点15分30秒。 放大左侧进站口区域。注意看，22点15分42秒。这么远，他能看见摄像头？看画面边框，倒回去3秒，
然后慢放。停！这不是固定摄像头，是固定的，但有人在远程操控它的云台进行微调。他在回应他。司机看镜头是确认信号，镜头微调是给出回应。影子当时就在这台摄像头的后面，看着这一切。查这台摄像头的控制日记，我要知道那个时间点是哪个 IP 地址发出的控制指令。再查，这需要访问他们的核心服务器日记。怎么回事？断线了！日志，数据日志被清空了。就在刚才，有人远程格式化了那台摄像头的存储模块。我们晚了一步，他知道我们在查。所有人听着，封锁联邦物流中心，一只鸟都不许飞出去。技术科，给我反向追踪刚才那个抹除数据的信号，快！各小组汇报位置 ：A 组封锁东侧仓库区 ，B 组控制办公大楼 ，C 组守住所有地下通道入口，任何人不得出入。园区太大了，这地方光出口就有7个，还有地下货运轨道。告诉他们，这里现在是战区，谁敢硬闯，直接开火。这怎么回事？刚才就在警察同志们冲进来之前，几分钟网络突然瘫痪了，这几个摄像头的连接断了。哪几个摄像头？北侧货运专区的摄像头，那片区域是核心仓储区。A 组注意，目标可能藏匿在北侧货运专区。重复，北侧货运专区，那里监控盲区，提高警惕。竟然这么快就找来了！有情况，11点钟方向。他往地下跑了。军用战术学鞋底纹路很新，他想利用地下轨道系统逃脱。这里四通八达，出口可能在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指挥中心，封锁全市所有地下轨道出口，注意可疑人员。来不及了，他已经给自己留了后路。他炸开了城市排污系统的入口。困兽犹斗，他这是要跟我玩迷宫游戏。声呐探测有什么发现？报告安队，声呐受到严重干扰，回声杂乱，无法精确定位。这里是迷宫的中心，向左通往东城区，向右通往老工业区。他会走哪边？这边的油污比较新鲜，向右。A 组跟紧我们，向老工业区方向搜索。B 组封锁东城区所有排污口。他不见了，小叶在对岸。救命！这太急了 ！A 组，发生什么事了？
大水了，请求支援。这是定向爆破，他早就算计好了一切。他这是在消耗我们的警力。看这个，这是什么？死神的印记，国际雇佣兵组织常用的联络暗号。他是在挑衅我们。不，他是在引路。他在告诉我们，游戏才刚刚开始。这里的结构变了，不像是一般的排污管道。我们到了老工业区的地下废弃官网枢纽，这里的图纸在市政局都很难找见了。他从这里经过，但他没有尝试打开它，他在确认路线。安全，没有热源反应。他在这里停留过，进行了数据传输或者设备调试。苏云，过来看这个。保持警戒。起点，这里是起点，那终点在哪里？他上去了。指挥中心，嫌疑人可能在老工业区地面附近出现，请求地面部队支援搜索。不用在工业区搜，那个井盖的位置正对着以前的重型江康厂主铸车间，那里有一条废弃的货运铁路支线，直通市中心。他已经利用这10分钟的时间差，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我就知道你们会从这附近出来。他抢了检修车，立刻通知交管局追踪那辆车。不用追车了，车只是幌子。他的目标在这里，查这个坐标。坐标匹配成功，位于市中心 CBD 核心区星光金融大厦。星光大厦，那是全市最高的楼，还在进行顶部收尾施工。那里跟赫尔墨斯有什么关系？赫尔墨斯是希腊神话里的信使，也是商业之神。在地下世界，它是信息交易所的代名词。你是说大厦里藏着非法的地下数据中心？ B42，这不仅是坐标，也是楼层。星光大厦的第42层。第42层目前的登记状态是闲置，等待钻户入住。完美的掩护。全体注意，目标转移至市中心星光金融大厦，特警队立刻向 CBD 集结，封锁大厦所有出入口。刚才是不是有人过去了？这种鬼天气，谁会走后门？你看花眼了吧？被锁死了。吴业，吴业在哪儿？来不及了，他在争取时间。楼梯。
还有多远？到了。里面反锁了，加固过。破门手，3、2、1，破！警察不许动，举起手来，左侧安全，安全。都别动，退后。你赢了，数据已经传放出去了。现在放下遥控器，我们让你走程序。只要你的手指动一下，狙击手就会立刻开火，你没有机会按下它。疏散，扩大疏散范围，把楼底下的人全部撤到2条街以外。瑞尔，加接快！他要跳楼，阻止他！通知空降局，监控所有低空飞行物。他跑不远。各单位注意，嫌疑人使用滑翔伞向西南方向逃跑，高度在下降，封锁西南区所有主干道，排查所有带大型背包的行人，快！技术科的人呢？让他们立刻到楼下来。我要知道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发现吗？没有异常。西南区的兄弟们把那片老房子翻了个底朝天，只找到了滑翔伞、衣服和背包，人没影了。别管其他的，立刻搞清楚这里面是什么。这电脑有自毁程序，暴力破解可能会用这个做引导盘，他在楼上就是这么干的。我的天，是什么？客户名单、交易记录，不是金融数据。苏队，你看这个，是城市地下管网图。不光是官网，这是整个城市供电系统的底层控制成立，还有城市防汛排涝系统的后门接口密钥。他不是要钱，他要的是这座城市的控制权。目标确认，不是金融资产，是基础设施。重复一遍，是城市生命线。损害评估
如果他们激活后门指令，核心区20个变卷站会在3秒内过载跳折，全城大停电是肯定的。这还不是最糟的。现在外面是50年一遇的暴雨，城市防汛排涝系统的控制权也在那个文件包里。如果他们关闭泵站，通知市应急管理局启动一级响应。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切断物理连接，堵住后门，现在，马上！3号泵站水位告急，请求加大功率。已经满负荷了，再加就要烧坏电机了。货物已验收，款项已结清。所有泵站全部停机，主控系统无响应。老城区的积水水位在直线上升，每分钟上升5厘米。核心区20个变频站全部跳闸，备用线路无法切入，是底层协日锁死。安队，你看。全体出动，这不是演习。交警队立刻上街疏导交通，特警队去重点防护目标，消防队准备水上救援。总控室在2楼，但手动液压阀在这一层最里面。水位还在涨，再过10分钟，这里也要被彻底淹了。去手动阀。锈死了，卡住了。我喊1、2、3，一起发力。1、2、3。1号目标清楚，但是警察在泵站。
不行，人力根本搬不动，得要杠杆。苏云，压住这一头。喂，有人吗？喂，有人吗？给我动啊！1号机组启动了，2号机组正在自检。指挥中心，我是安妙音，3号碰站已手动重启。重复，3号碰站已重启，主城区排水系统正在恢复。各小组注意，我是苏云。洪水即将退去，2组立刻向地铁口靠拢，协助消防队救人。我们马上到。里面的人听着，退后，都退后！老城区主排水口换设备已经成功重启，日军主要弹道机水弹正在迅速排出，且行政大部通知中得到初步证明。安队，你们没事吧？2组已经就位，地铁那边的人都救出来了。我们没事，老王受伤了，让医生看看。封锁现场，这里不仅仅是事故点。这里有情况。钝器击打，一击致命，不是洪水冲撞造成的，是他杀。洪水只是掩护，真正的罪恶现在才刚刚浮出水面。有发现。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暴雨开始后的1小时内，具体要等回去做进一步尸检。这里太乱了，洪水破坏了大部分痕迹。凶器是就地取材，这人对泵站的环境很熟悉。死者叫赵大勇，泵站的值班保安。昨晚他试图阻止入侵者，被打死后抛尸。洪水掩盖了最初的犯罪现场，这不是简单的破坏公物，凶手目标明确，手法专业。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目的是瘫痪城市排水系统，制造混乱。安队，技术科恢复了和波站门口的一段监控残片，虽然暴雨干扰很严重，但拍到了一个影子。查清这个时间段附近所有的可疑车辆和人员，他既然进去了，就一定留下了痕迹。安队，运气不错，凶手戴了线手套，但在用力挥击的时候，手套可能破损了，或者汗液渗透了进去，在内侧手柄留下了一个残缺的指纹。
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初步认定昨晚老城区3号碰站的故障系人为蓄意破坏。处理干净，尾款你会收到的，不要留下尾巴。比对成功，李铁，他在水务公司干过，对地下管老和泵站结构非常熟悉。通知抓捕组，全副武装，准备行动。目标在城中村福来旅馆302房，嫌疑人极其危险，可能持有凶器。出发，拉警铃。一组正门突入，2组封锁后窗，行动！上面的人，把枪放下！警察！李铁，再动一下就开枪了！把手举起来！哎呦，哎呦，轻点儿！我投降！我投降！隐蔽，小心有诈！指挥中心，我是苏云，目标李铁已落网，但现场发现第三方势力介入，持有带消音器的枪械，2人，身手专业，已逃离。请求立刻调取周边所有监控，追踪2名穿深色夹克、戴棒球帽的男子。这案子没那么简单。带走。这包东西比你的命还重吧？苏云，下面人太多了，又是监控死角，那2个人跳下去混进人群，眨眼就不见了。安队，通知交警和巡特警，封锁城中村所有出口。排查过往车辆，他们跑不远。好的。认识这个吗？9毫米帕拉贝劳姆手枪弹。刚才在3楼，要是我们晚到半分钟，这就不是在墙上，而是在你脑子里了。这种刀头一旦射入楼骨，神仙也救不回来。看来你很清楚是谁想要你的命。李铁，回局里好好想想，是想替死人背锅，还是想活命？你的口供是你唯一的筹码。
洗干净了换上，别让这里的味儿比阴沟里还大。苏云，那把带消音器的枪没找到。根据现场弹壳和墙上弹孔分析，是专业级的格洛克19，使用自制附装弹药，这种货色一般小混混搞不到。这不是普通的杀人灭口，这是在清理门户。李铁，现在这个房间是你这辈子最安全的地方。外面有人花了20万买你的命，在里面你至少能活着。2枪，第一枪打偏了，第二枪卡壳了，算你命大。那种自制子弹有时候不太稳定。王强死的时候，脖子上的勒痕很深，舌头伸在外面。法医说他挣扎了至少3分钟。躲什么？下一个就是你。他们不想让你开口，就像让王强永远闭嘴一样。我们只有24小时。如果你什么都不说，24小时后我就得把你放了。出了这个门，你猜那2个拿枪的人还会不会试试第2次？我说，我什么都说，别放我出去！他们真会杀了我的！救命啊！你们救命啊！我说。要哭出去哭，这里只听人话。灿徐市公安局刑侦支队1号审讯室，侦查人员苏云、安妙音对犯罪嫌疑人李铁进行第1次讯问。李铁，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说说吧，你和死者王强什么关系？算是同事。同事？哪家公司的？没公司，我们都是跟着彪哥混饭吃的。哪个彪哥？大明？不知道大名，道上都叫他彪哥。脸上有个刀疤，左边眉毛断了一截。王强也是跟这个彪哥混的？是，强子比我早2年跟彪哥。既然是自己人，彪哥为什么要杀他？强子他作死，他手脚不干净。上周出货的时候，他私自扣下了2包。什么货？糖，高浓度的毒品。彪哥是怎么知道王强偷了货的？是点数的时候对不上。彪哥这人多疑，他谁都不信。他把那天经手的所有人都叫到一个废仓库里。在哪儿？城南。以前是个化工厂，现在废了，具体路我不记得了。要是带我去，我能认出来。继续说，在仓库里发生了什么？彪哥让人搜身，在强子的内裤夹层里搜出了那2包东西。彪哥笑了，他笑得特别瘆人。他说：“家有家规，手脚不干净，就得剁手。但是强子这是在挖他的根，得连根拔。”谁动的手？彪哥亲自动的？不是，彪哥不动手。
是他手下的2个打手，阿山和阿海。这根绳子哪儿来的？是仓库角落里捡的，不知道是谁家小孩扔那儿的。继续。阿山和阿海把强子按在地上，表哥让我捡起那根绳子，递给阿山。他说我要是不递，下一个累死的就是我。你递的？我不敢不递呀，警官。彪哥拿着枪就在旁边看着我，他说我要是不递，下一个累死的就是我。阿山勒住强子的脖子，阿海在后面蹬着强子的后背。强子一开始还蹬腿，后来就不动了，舌头伸得老长，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我就站在旁边看着，我动都不敢动。既然当时没杀你，为什么今天又要动手？彪哥这就是在杀鸡儆猴。当时没杀我，是让我把强子的死相刻在脑子里，让我知道背叛他的下场。那今天这一出呢？今天上午，我接了个电话，是阿山打来的。他说了什么？警官，我挂了电话就跑，我想跑路回老家。结果刚出小区后门，那辆黑色的桑塔纳就冲过来了，他们是真要我的命啊！那个废弃化工厂，要是现在带你去，你能认出路，指出具体的仓库位置吗？能，化成灰我都认得。那地方在城南，还要往外走，有一条土路，行了，留着路上指路用。立刻通知张队集结队伍，带上这家伙，目标城南废弃化工厂。指挥中心，这里是刑侦1队安妙心，请求支援，目标城南废弃化工厂区，嫌疑人可能持有枪支，建议特警介入。所有人立刻出现场，带齐重装备，全部穿防弹衣。嫌疑人持有枪支，涉及毒品。什么情况？这么急？挖到大鱼了，彪哥，贩毒团伙首脑王强案主谋。地点在城南废弃化工厂，李铁带路，特警那边联系老陈已经在调特警1中队了，让他们直接往城南赶，在出城口汇合。指挥频道已建立，特警队距目标还有15分钟车队，无人机小组也已经出发。出发。猎鹰，我是动幺，暂缓抵近，等待会合。目标区域地形复杂，需要嫌疑人指认，注意隐蔽，对方也是老手。还有多远？快了，前面就是岔路口。再走大概2公里就能看见化工厂的大烟囱了，仓库就在烟囱后面。安队，外围已经封死，无人机刚飞了一圈，情况不太乐观。核心区域有3栋主建筑，地形很复杂，到处都是废弃设备和管道。看清楚，当初弄死王强的是哪一件？那个蓝色的，大铁门那个。猎鹰，目标确认，蓝色仓库。注意，对方有重火力，行动。
动摇，注意！仓库南侧小门出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东西，好像是霰弹枪。他往你们2点钟方向看了。疑神疑鬼的，老子过去看看。耗子，你他妈是不是眼花了？哪来的人？你再仔细瞅瞅，我刚才真看见那边草晃了一下。猎鹰，准备狙击，目标1，持枪歹徒，距离80米。猎鹰收到，狙击手已就位，随时可以击毙。强子，磨蹭什么呢？彪哥问话呢。来了来了，是个野猫。耗子那小子胆儿太小了。目标确认，彪哥应该就在里面。那个光头是他的心腹老黑。苏队，强攻吗？再等等。动摇，无人机热成像受阻，仓库底屏是双层金属板，信号穿透不进去，只能看到门口几个人影晃动。不能再等了。要是他们发现李铁没按时联系，可能会起疑心。全体注意，准备突入。猎鹰1队负责爆破大门，2队负责侧门。张队，你带人支援正门。是，行动。3、2、1，爆破！警察，不许动！强子来了，好家伙，顶住！目标在2楼平窗那个，别让他跑了。2队封锁后门。站住！站住！再走一步就开枪了。站住！警察在跑，开枪了！别过来！最后一次警告。放下箱子，双手抱头，跪下！这是你自找的！
啊！手断了！老实点儿。这条大鱼抓住了，这就是彪哥，人赃并获。指挥中心，我是苏云，雷霆行动圆满结束，主要目标彪哥已落网，制毒工厂已捣毁，核心证据全部缴获，现场已控制，请求后续支援，进行现场勘查和嫌疑人押解。安队，苏顾问，破解开了，这是彪哥的地下交易黑账。等一下，看这笔交易。1个月前，彪哥的账户收到了一笔30万的比特币，备注是 A 级安全屋，3个月。毒枭也做房屋中介，付款人的 IP 地址经过了3次暗网跳办加密。这个加密手法和之前我们在星光大厦查到的那台电脑里的底层代码特征完全一致。你是说，影子在彪哥这里买了安全屋？最危险的毒枭，手里握着最安全的藏身处。走，我们去会会这位彪哥。安队长，别白费力气了。我只是个正当商人，化工厂是我的废弃资产，那些粉是底下弟兄背着我搞的，我顶多算个监管不力。我的律师马上就到。监管不力？密码箱可是从你手里拿下来的。箱子是我的，但我怎么知道里面被人塞了什么？毒品的事，你有律师可以扯皮，但如果加上涉嫌资助恐怖主义，这笔30万的比特币交易，你作何解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恐怖主义？星光大厦网络劫除案，全城大停电，水淹城市。作案的恐怖分子代号影子，而他就住在你提供给他的 A 级安全屋里。按照我国法律，为恐怖分子提供资金场所，最高可判死刑。彪哥，你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你是想蹲个10年8年，还是替一个疯子背上死罪？坦白从宽，交出影子的住址，这是你唯一能立功减刑的机会。成交。南山废弃防空洞，我把钥匙留在了防空洞外3公里处的一棵老槐树下。他现在在里面吗？昨天晚上他联系过我，说风声紧，要在里面避风头。他现在绝对在那里。准备收网。爆破组，准备定向爆破。等等，别用炸药。门后连接着鬼雷，影子是个爆炸专家，只要强行破门，整个入口都会塌方，我们全得死在这儿。那怎么办？这种老式防空洞
一定有隐藏的通风井。他防着正门，却未必能把所有通风孔都堵死。安队，你跟我上山。来吧，开门啊！警察，放下武器，别让他跑进暗道。被告人宁建松为谋取巨额财产，通过暗网雇佣杀手杀害其妻，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现判决如下。喂，这就走啦？市局正式批下来的，刑侦支队特聘高级顾问苏云。这座城市还需要你这颗最强外脑。既然安大队长这么诚心诚意，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接受吧。不过说好了，顾问是不需要打卡上班的吧？辛苦了，队长。